如果要问我如今的演艺圈中谁最能打，毫无疑问，作为反派专业户的邹兆龙才是最有发言权的。他曾毫不避讳的直言，我都敢讲，成龙、李连杰、甄子丹这些演员没有一个是真功夫。弄李连杰、甄子丹，没有一个是真功夫。这些话虽然听起来口气很大，但是李连杰在接受采访时却并没有反驳他说的话，反而说到武术就是花架子。武术的套路是不是花架子？当然了，当然是花架子。而作为洪金宝门下首席大弟子的邹兆龙，他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打过成龙、吴京、甄子丹、李连杰的人。每次看到邹兆龙饰演的反派和主角对打的时候，都会让观众们担心主角会不会被他打死。网友们甚至调侃的说道，他才是真正的功夫之王。对此，邹兆龙在接受采访时也是淡定自若的说道，现在所谓的最顶尖的动作明星我都合作过，那谁才是最好的呢？最顶尖的动作明星我都合作过，那真正谁是最好呢？我是真的答不出来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他们都要找我合作，那谁才是最好的呢？你想想看，他们都要找我，那谁其实是最好的？这不禁让我们会去想，这个人好装啊，他凭什么敢这么说呢？这几句经典台词一出，相信不少人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。那部经典的九品芝麻官，星爷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，而其中的大反派常威，因为演员邹兆龙的出色演绎，成了被骂最惨的一个。因为被骂的太凶，以至于邹兆龙后来都不愿意提起这个角色。其实他们都误会了，那常威是我双胞胎弟弟演的，还不是我。他也无奈的说过，我是真的佩服周星驰，他打造出来的角色太深刻了。我演戏这么多年都不红，就因为常威涨了不少人气，大家都把我骂红了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演反派被骂到走红，何尝不是在肯定邹兆龙的演技呢？在成龙、李连杰等一众名气甚大的武打明星中，邹兆龙的演技和武技绝对是被低估了的。1967年，邹兆龙出生在高雄一个极度贫寒的家庭。邹兆龙有兄弟姐妹13人，他在家里排行老8。由于家庭极其贫寒，加上孩子众多，邹兆龙的童年生活非常悲苦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早逝了，后来有2个妹妹也不幸夭折了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6岁那年，邹兆龙就去了雕刻店当学徒赚钱。雕刻店隔着2条街，有一家国术馆。年幼的邹兆龙因此爱上了武术，每天空闲时就会练习。在雕刻店做了3年小工后，9岁的邹兆龙就开始转行去了面包店做学徒。12岁那年，邹兆龙看到了一家电影公司招人，于是邹兆龙便报名去应聘。不会演戏的邹兆龙在面试的时候打了一套拳，结果一举被电影公司五指相助。就这样，12岁的邹兆龙辞去了面包店的工作，开始投身电影界，成了一名武打替身。本就热爱武术的邹兆龙，在做了武行替身后，开始练习跆拳道与泰拳，还有一些格斗技巧来充实自己。不过当时他年纪还小，所以一开始只能给女孩子当替身，而且非常受武指们喜欢。替那些女孩子，关之琳、张曼玉、梅艳芳。为了能够多赚钱，邹兆龙每天早上5、6点起床等开工，从早做到晚。很快他就遇到了一位命中贵人。1985年，18岁的邹兆龙经一个知名演员推荐，主演了洪金宝执导的电影《全力反弹》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因为他不仅会咏春等功夫，还会跆拳道。而那部戏的主角正好需要一位跆拳道功底很好的演员。拍完这部电影，邹兆龙便到了服兵役的年龄。洪金宝让他放心去，表示自己会等他。等到邹兆龙兵役还剩1个月时，洪金宝便托人办好了前往香港的手续。邹兆龙一到香港就加入洪家班，成为洪金宝的徒弟。我师父洪金宝先生就收我成为他的第1个正式的徒弟。洪金宝不仅指导他演戏，还教了他很多做人的道理。我师父洪金宝先生，因为没有他，就没有我现在能够坐在你对面。有一次，邹兆龙正在看游艇杂志，洪金宝看到后就让他选一艘。邹兆龙想也没想，就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钱买游艇。洪金宝拍着他的肩膀说，不对，买不买无所谓，但要有目标，用它来刺激自己进步总是好的。在洪金宝的教导下，邹兆龙很懂规矩，每天到片场第一件事就是问候前辈长者，但他从来不巴结别人。在香港影视圈有个不成文规定，导演和武指不约你，你就不可以去约人家。邹兆龙从来不越雷池半步，即便是他师傅洪金宝，除了过年过生日联系一下，邹兆龙平时从不主动给他们打电话。而拍戏干活时，邹兆龙却很卖力，不惜命。为了把功夫片拍出拳拳到肉的真打效果，邹兆龙和其他龙虎武师一样，都要在片场卖命，不仅要会打，更要学会挨打。
一个武行不仅要打得漂亮，还要能扛打，谁能扛得久，就能笑到最后，更受欢迎。我打你一拳，你这那么快就裂开，那你当什么动作演员呢？成龙、洪金宝等武打演员都免不了3天2头受伤，但邹兆龙由于基本功很扎实，身体很灵活，作为配角和替身，不仅武打动作完成得很好，还能避免受伤。当然，跌打损伤和皮外伤都不算是受伤，称得上受伤的往往是伤筋断骨的重伤。1991年，在拍摄《一刀倾城》时，邹兆龙不仅出演角色，还是剧组的武术指导之一。有一场戏，关之琳的替身完成不好设计的武术动作，邹兆龙只能亲自上。第一遍很顺利过了，但大家依然感觉美中不足，便又再来一遍。谁知这一遍却出事了，在跳出去后，连续有好几个高难度动作。邹兆龙飞出去时，脑袋差点撞到墙上，一命呜呼。好在他反应够快，调整了一下，结果还是撞了。从高处落下来后，摔成了重伤，后背的筋骨、肌肉全都摔坏了。当片场的兄弟们把他抬上担架时，邹兆龙却很惭愧地对洪金宝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得先去医院。”洪金宝让他赶紧去，好好医治。医生告诉他，至少得在病床上躺上半年。结果手术结束后，只过了3个月，邹兆龙就回到了片场，继续拼命。尽管当龙虎武师很危险，但邹兆龙却很喜欢这份工作。多年以后，他依然说，以后要死，也一定要在片场死。多好的工作啊！洪金宝对邹兆龙也十分照顾，还教他打中要有戏，邹兆龙也心领神会。每当有人说邹兆龙不行，洪金宝就会出来维护，说你们谁演戏有他那么好。一来二去，拍戏时邹兆龙身边的人会告诉电影圈的朋友，洪金宝对这个小孩非常好。本来邹兆龙就十分专业，再加上洪金宝的面子，所以在别人被导演们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，邹兆龙却几乎没有挨过骂。可惜的是，加入洪家班后，邹兆龙只主演了3部正面角色的电影，却都没有掀起太大浪花，反倒是出演配角时更出彩。1994年，李连杰拍摄中南海保镖，邹兆龙出演反派杀手王建军，用的艺名叫倪星。那部影片里，李连杰枪战戏份比较多，动作戏并不十分突出。好在和邹兆龙的那场精彩的对打戏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。也正是邹兆龙那冷酷张扬、凶狠毒辣的打斗，让人替主角捏了一把汗，让电影张力十足，令人血脉喷张。因为和邹兆龙合作十分酣畅淋漓，后来李连杰拍摄《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》，又让他出演了宋青书一角。由于大神云集，主角光环又太过突出，张面回眸等镜头都足够抢眼。邹兆龙表现虽然十分出色，但依然戏红人不红，这让周星驰对他另眼相看，但邹兆龙却不太高兴。那一年，周星驰拍摄《九品芝麻官》，邀请邹兆龙出演大反派常威。他要是不会武功，为什么那么难抓？我是天生神力啊，是吗？邹兆龙本不喜欢这种坏到令人不可理喻的角色，但师傅洪金宝觉得不错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演了。谁知邹兆龙竟然将常威演得出神入化，用令人不寒而栗。特别是招招致命的武打动作和极度狰狞的表情，狠狠拉了一波仇恨，成为最有张力的经典反派角色之一。从此走上了反派专业户的道路。尽管戏红了，人也红了，但邹兆龙却极不开心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常威脸谱化了，这与自己本身的性格特点不太相符，因此很多时候都不愿提及自己演过这个角色，甚至称演常威的是自己的双胞胎兄弟。我有人常威是我双胞胎弟弟演的，不是我。不管他自己接不接受，影视圈似乎都高度认同他反派的人设。之后，李连杰等人又纷纷让他出演了一些反派角色，给了主角很大的压迫感，也给了观众很强的刺激感。90年代初，20岁出头的邹兆龙接一部演反派的戏，片酬高达40-50万港币，腰包一度也鼓了起来。问题就来了，因为钱来得太快太容易，他不用去思考，只管接戏、拍戏，数钱就行，一度膨胀了，迷失了自己。1999年，32岁的邹兆龙与拍拖多年的港姐亚军翁慧德终于修成正果，两人赴美结婚。邹兆龙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没怎么读书，英文不太好，和老婆交流不便，同时也为沉淀自己，就留在美国进修，学英语、表演。进修期间，一个巨大的馅饼又不偏不倚砸中了他。那时，李连杰因档期和版权等方面的原因，拒绝了《黑客帝国》的邀请，袁和平便推荐了邹兆龙。因为邹兆龙身形和基努里维斯相似，所以他主要替基努里维斯和对手套招。完成这些工作后，《黑客帝国》续集开拍，还邀请邹兆龙出演角色。接到邀请，邹兆龙十分兴奋，但他首先还是找对方要了剧本，确定没有辱华华人形象，才接下角色，签订合同。他说，在内地华人市场找我演反派无所谓。
华人在各地都在努力树立良好的华人形象，哪怕你给我再多的片酬，我也不能破坏他们辛苦维护的华人形象。艺术不分贵贱，但是你用艺术来践踏我们民族，我就不可能接受。但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来践踏我们的民族，我就不可能接受。就这样，邹兆龙成为了《黑客帝国》系列电影中唯一参演的华人演员，还获得了永久分红权，即使以后他去世，他的孩子也能继续享受这份分红。过世了间，我的小孩收那些钱。2006年，李连杰拍《霍元甲》时，放弃原定的霍恩弟扮演者，改用邹兆龙来演。此后还多次找他合作，其中就有《功夫之王》《不二神探》等。2008年，甄子丹拍《导火线》时，也找到邹兆龙。邹兆龙提出角色要有表演的空间，否则香港能演打戏的人很多，没必要非要让他来演。后来，邹兆龙饰演了心狠手辣的反派野狼，表演空间也很大，这么个反派却有尽忠尽孝的一面，令人难忘。此后，邹兆龙先后出演了《四大名捕》《全城戒备特殊身份》等作品，戏很红，打斗也精彩，但他依然没有走出常威的巨大阴影。2011年，邹兆龙终于过了一回戏瘾，在画壁中饰演一口气娶了4位仙女的刀客，艳福不浅，令人想入非非。作为打星，演起文戏，他也能和邓超等人一较高下。2016年，邹兆龙在电视剧《封神演义》中出演霸气侧漏的商纣王，气场十足，演技炸裂，得到好评。只可惜该剧口碑不咋的，也没能掀起什么浪花。如今50多岁的邹兆龙，仿佛还是演常威时的模样，但他似乎也已经慢慢接受了常威这个一直想摆脱的角色。港片辉煌不再，李连杰、成龙等高手都不能打了，作为反派，他似乎也很难有用武之地了。但不管红不红，只要有戏，他就会继续演下去。今年55岁的他，还出演了《恶到必出》等电影。正如师傅洪金宝所言，要死也要死在片场。这是一个演员最高的荣誉，也是一种坚守。毕竟有人坚守才有希望，有希望才不会死。